Hello， 大家好，今天是7月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迎来小长假，大家假期玩得开心吗？阿哲在周四的视频以及周四收盘前都提醒了，不要追涨，因为假期中有蛮多的事件将会发生，所以减仓降低仓位是一个当下市场不错的选择。同时在本周蛇口守住了阿哲讲的175关键支撑，所以在日内多次出现了多头机会，很多同学也应该都把握到了吧。175附近一旦止跌，白 K 突破抄底买入，3次的机会，最少的一次都有8%以上的上涨空间。同时 AMD 也开始出现了回调，哪里可以低吸买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9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一下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对于市场有一个相对的认识之后呢，我们会来到第2和第3部分。那么这里开始就是个股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阿哲会从波段和短线的角度去分析以上的个股。在图表当中所标记的绿色块是波段看涨的一些标的，阿哲会讲到有关一些波段的买入点，它的一个思路。而图中的红色块呢，则是短线上阿哲认为偏空的，当然它是短线偏空，整体趋势呢没有太多问题。而灰色块呢，则代表态度中立，它呢很快将会有方向选择，而目前呢在等待一个方向性 K 线，一旦出现也将选择方向。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阿哲呢需要有一个温馨提醒，因为阿哲的视频所涉及到的标的会偏多一些，所以视频的时长有时候难以去控制。如果您无法观看一个长视频，或者说您的时间比较有限，比较着急，那么阿哲的建议是可以点开视频底下这一个3角按钮。您打开之后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是阿哲呢去一个个整理的，希望以此能够对您产生一些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第一部分，有关纳指的浪形。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市场出现了防守鹰的买点，如果仓位较重的不建议去追涨，如果您的仓位较轻呢，可以去做短线的买入。而这根阳线告诉我们，很有可能市场将要去到达一个目标，就是当3浪延长时，那么浪1和浪5它的空间上大多呈现斐波那契的关系，这是我们在5浪启动的时候就开始去进行告知的。而其中第一个目标位就是1浪空间的 0.382， 那么这个空间呢就是20543.3附近。那你会发现在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出现了大幅的一个高开高走，收盘呢是到了20600前后，那么不止呢是超过了这个目标，还多给了几十个点。那么当前的市场从浪形的一个目标位到达的情况来看，当前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抛售的现象，所以当天的盘中呢还无法去确定 0.382 的目标会不会成为5浪的第一个回调点，或者说5浪的一个高点，这是目前无法判定的，我们需要通过下一根 K 线来去看。如果在下一根 K 线产生一种现象，就是收盘无法站稳这个价位，而出现了收盘回落，甚至未来呢这个价位产生压力，这就有可能告诉我们5浪将在这里发生一个升幅的调整，甚至呢它有机会构成5浪的高点。所以对于这个价位，我们需要在下周开盘之后去关注一下。如果很明确的开始回落，那么就说明这个压力呢至少短期内是有效的，而是否会成为长时间的压力，就要去逐渐的跟踪了。而同样反之的就是，如果在下周依旧保持收盘能够站稳20543.3，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依旧要往上去看了，就说明5浪的这一个区间，它的目标不是1浪的 0.382， 而应该往下一个目标去看，也就是0.5的价位，那么将会到达20916.6，我们再去观察下一个压力。所以当前在浪形上，它面临一个重要的判定，就是20543.3是否能够站稳，是否会产生压力。所以在这种关键的关口叠加我们小长假的一个美股的休市，以及外界的一些消息面的发生的巨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太建议大家去盲目的投入太多仓位。
如果您是之前已经成本较低，仓位呢也分布在下方的，您呢可以不去做加仓减仓动作，但一旦发生反向行为，要立刻的去止盈。而假如您是已经成本本来就比较高，最近呢才追涨买进的，你可能是在周三、周四才追涨买进的，那就肯定不能够持股太久，应该去获利了结，在结束本周行情之前呢去获利兑现了。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成本和仓位，您的一个思路要有所转变。听到这里，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能够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相对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点击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评论，亦或者是宝贵的建议。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如果对您有所帮助，阿哲也希望您能够点击下方视频的订阅按钮，在点开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而同时，您只要点开全部铃铛的选项，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次的公开直播观点，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之后通知到您。感谢您的订阅，而订阅同学也会享受阿哲的部分福利。在稍后的一个视频当中，阿哲会讲到，如果您点击订阅，会有3重的福利赠送给各位。以此呢去感谢我们新同学对阿哲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讲到日内的撑压。在下周我们周一的时候要关注哪些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呢？阿哲会在这一部分为大家去讲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图板，在左侧呢是阿哲的一个盘前的解析。如果您是一位订阅观众，那么阿哲呢会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呢会发表一些观点。这个观点呢不是作为个股指导，而是作为阿哲的部分美股的盘前思考。如果您是财生同学，阿哲在盘中呢甚至会给到一些个股的分析。那么也希望这些盘前的信息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订阅同学，你应该每天的盘前能够收得到。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在本周的一个最后一篇盘前解析当中，阿哲讲到的一个内容。一般在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会给到一个美股的观点，以及呢一些个股多头、空头和一些波段多头的一些更新的看法。它呢可能不如阿哲视频讲的那么清晰，但是至少呢每天都会更新，所以时效性呢可能会比视频要更好一些，也更及时一些。在7月3号的盘前解析，阿哲讲到纳指的防守阴线买点构成，不过这个位置的买点呢，尽可能不要去选个股高位，并且以追涨方式去买进，最好以回调低吸选位置低的个股去交易。类似像英伟达、博通这种，哪怕呢短线还能够再涨，其实这个位置已经不太建议去加仓或者说新开仓了。而在个股方面，阿哲去讲到的，目前的就是关注一下谷歌在仿包之后这种行情的一个买入。而这个谷歌的买点，更多的阿哲去看的是波段，而不是短线，因为它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位置较低的个股。当然，像亚马逊等个股也出现了一些低位的买点，阿哲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会去讲到。那么像这种买点，如果想要看远一点，那么我们的止损就要放宽一点。所以谷歌呢，我们可以看到170。如果能够止得住，那可以看一下它的趋势有可能会形成。在7月3号的盘前也更新了一个空头的标的，它的技术面上在日线出现了高位强顶分型的黄昏之星，它的看跌的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因为周四那一天指数走得太过于强势，所以很多空头的买点出现之后啊，很容易就被打了止损。这支标的不在我们今天的解析当中，但阿哲还是要讲到啊，虽然打了止损，但是整体的空头的一个结构还没有取消，还没有消失。在新高之前呢，一旦再走反向，那么微软呢，它的空头机会还是会有的。而像其他个股，因为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们都会讲到，所以这里阿哲呢就不再去讲了。稍后我们的个股环节会去提到这些内容。而除了以上的内容在盘前解析会提及之外，我们每天更新的还有一个点位的测算，有关于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固定标的，阿哲会在每天的盘前给到它的高点压力和低点的日内支撑。这个点位的使用很简单，你只要看一下每天的收盘价是在高点压力之上还是低点的支撑之下。如果突破压力，说明短线日内多头走强；如果跌破支撑，则说明当天的空方是比较强势的。而以此这个数据呢，每天我们都可以去更新出一个红绿灯的指标。这个指标的由来就是阿哲每天盘前所更新的这个支撑和压力位了。当市场出现一个红灯的时候，一般代表当天的日内下跌力度比较强，阿哲给到的支撑位是被跌破的。反之，如果出现的是绿灯的信号，则说明当天的收盘价超过了阿哲给到的那个压力位，那么突破之后呢，则说明多方比较强势。这个指标这个点位的测算，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想要知道今天涨到哪里算是真的上涨很强，跌到哪里今天真的算是下跌很强，它就是给到我们这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的作用是什么呢？有2种简单的使用方法。第一种就是一旦出现绿灯，
说明多方强后呢，那么后面呢，它只要保持绿灯乙或者是无灯的状态，就能够看涨。是不是从这一个绿灯开始，只要是绿灯或者说无灯就看涨，红灯之后呢去减仓或者说止盈即可。而在周三的时候又转为绿灯，那么是不是周三、周四的绿灯就依旧保持看涨？等到下一个红灯，我们再次减仓，再次止盈，它这个操作逻辑就会比较简单，看的就是短线的惯性，短线多头空头的一个延续性。那么另外的更加明确的一个买卖点，那么就是如果市场出现了连续性的转灯，就是关键买卖点的一个提供。比如说像前期这里出现了红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绿灯，当红灯后立马转绿灯，则说明昨天的红灯可能是骗线行为，那么这里将会构成一个多方买点，红灯转绿灯为多头买点，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则为多头买点。而反之，如果你发现红灯转绿灯之后又转红灯，这是要小心的。而绿灯转红灯则为空方的卖点。所以很多时候一些明显的调整的点位，一般就是在绿灯后立马转红灯，而一些明显的低点机会，很多时候是红灯后立马转绿灯。偶尔可能会有失败，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蛮成功的。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看涨就是涨，看跌就是跌的交易方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周四的这根阳线，它就属于绿灯，那么绿灯就属于看涨，就属于多头今天强势的一个过程。那么按照它来讲，我们看到下周的点位，下周的两个关键点，一个是预测的高点是20684.95，如果收盘在此之上，则保持绿灯，保持看涨。而如果收盘在这两个点位之中呢，就是无灯，无灯也同样是看涨。所以在下周周一出现一种 K 线才会转跌，才构成离场止盈减仓的行为，就是收盘价跌破20540.66，跌破这个价位则出现红灯，那么我们再去止盈或减仓，它呢会比阿哲的判断会更加的右侧，但是有时候准确性会更高一点。像这一轮五浪的上涨，这个绿灯后，其实你没有多少减仓的机会，这一根红灯的地方可以减仓，然后绿灯之后呢可以重新买回，或者说重新的去买进，直到后续再出现红灯，亦或者是连续的红灯时，我们再慢慢的去减仓，慢慢去止盈。这是红绿灯带给我们的一个观察角度，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而假如您是新同学，您想要每天能够去更新这个红绿灯以及点位的一个信息的，那么阿哲教大家怎么去领取每天盘前的这个短信。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点击了订阅，成为订阅粉丝观众之后，那么您只要点击一下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你会看到一条置顶评论，这是阿哲呢所发布的。在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是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老师，他的一个 Telegram。您只要点击那个 Telegram 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它。您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盘前信息的口令啊，就是盘前2个字，发送给他之后，他就会把订阅观众的3重福利都给到您。这3重福利当中的第1重福利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在助教老师那里有一个专门阿哲所建立的属于订阅粉丝观众的一个频道。阿哲每天盘前会把这一个盘前解析发到频道当中作为广播的服务，同时有第2重福利，阿哲除了每天会发送盘前解析的一个广播之外，还会发送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这些课程呢都是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去进行编排，而后精心为大家分享的。您只要在这个频道当中呢，就会每天看到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更加实时的对于行情的解析。作为新同学，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阿哲只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您真的喜欢技术分析，想要学习技术分析，那么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阿哲会尽自己所能，尽可能提供更优质的技术分析内容提供给各位。而后还有第3重福利，第3重福利呢是专门给到可能您是刚学技术分析，对技术分析不太了解的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不要学太多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内容，您首先把这4门阿哲所录制的视频，这些视频呢也就10来20分钟，您用1天时间绝对能够听得完。您听完这4讲视频之后，您对技术分析至少有了一个最初步、最基础的了解，这是阿哲认为交易必须学的入门的4讲内容。而这4节视频，您也可以跟朱耀老师去领取、去收听，阿哲觉得他一定对您有所帮助。稍后在特斯拉的讲解和在Circle的讲解当中，用这里面所讲到的方法，其实很多时候能够让你买到一个整体的技术分析的低点，并且买了大部分情况下能够有所收益。
目前你所看到的图表是阿哲呢在收盘之前所提醒到的Circle的一个买点，这是5分钟的一个图表。当时Circle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入门视角当中所讲到的其中一个买点，这根阳线就是买点。而像前面的位置都属于我们入门视角当中所讲到的买点，是不是每一次买入基本上在5分钟内都会有所利润产生？而这条信息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呢？是阿哲在财神频道当中，在昨天我们凌晨12点40分的时候所发布的。而用到的这个技巧，其实就是我们入门视角当中所讲到的第一讲 TD5 的买入结构。那么你学会了这个买入结构，那么很多时候像特斯拉像Circle最近的一些低吸买点，你其实都能够有所一一的去买进。所以这3重福利，阿哲觉得每一个对您都有所帮助。那么也希望呢，您能够跟助教老师去及时的领取。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您可以直接领取；而如果您是老同学，您可能已经关注阿哲很久了，那么可能之前呢有一些福利过了期限。那么这里阿哲提醒一下，如果您真的很热爱技术分析学习，在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您其实还可以去跟朱老师申请多1个月的体验。这呢也算是在7月份给到老同学的一些福利吧。如果您目前没有加入财神，但是您之前体验的时间又过了，那么您如果想要再次体验呢，可以找到助教去申请一下，名额有限。如果您确实需要，那么也可以及时的找到助教去申请，延长您的体验时间。除了我们的新同学订阅之外，以前的老同学，您只要是订阅过阿哲的，阿哲一直也是很感激大家的一个订阅支持的。刚才呢，我们是讲到了一个第一部分关于市场的纳指浪形和日内撑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是有关个股解析。那么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的空间资金动能方面。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特斯拉呢，最近消息面上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包括大而美法案通过之后，对特斯拉，那么整体呢也是有所伤害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阿哲对于它的看法其实依旧呢是波段看涨，但是我们又要小心它短线的一些回落。在周四的收盘，它最后是一根高开低走的阴线，没有去超过前方这个缺口的上沿，所以在缺口技术当中呢，属于一种压力有效的一个说法。所以它究竟能不能往上去碰到170呢，还有所待定。我们就要看一下周一的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波下跌当中，通过170这一个波段高点去往170均线的测算，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这波下跌为什么在这附近能够去买进呢？就是因为这个支撑位没有破而有所止跌。而当时我们同样讲到一个支撑位，就是0.5倍306.63的这个价位，而它跌破之后呢，快速第2天又收回来，这说明这个支撑位还有效，它还不是一个被完全的跌破。所以股价在反向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在下周回调，我们希望它不要去有效跌破306.63这个价位，而能够有所止跌。如果能有这个动作，那么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去看到170的压力的。有同学会问到阿哲这个170均线的一个数值啊，这个阿哲很难去回答，因为它每天都不一样。你只要打开你的软件，随便的调出一个 MA170，那么其实每只个股的170你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必要阿哲去每天标记出来了，它这个价位是多少，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对于目前的一个观点就是，只要不击穿289.66，其实目前波段看涨的一个整体阿哲还是坚持的。除非未来有那么一根相对不错的阴线把这一个价位给跌破，那么这里开始呢我们就要观望了。而直到它把1.5倍的空间272.69再次的破位，那么这里我们将改变一个思路，这里呢不是一个三浪的启动初期，而容易是西浪的延续。那个时候开始小心，而在此之前呢，我们依旧把289.66作为波段的支撑和止损。当然，短线上呢，如果把握一下上涨的反弹，那么以此去摊低你的成本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对于特斯拉空间上我们去注意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呢有一些 K 线的信号，阿哲要讲一下。像前方的这种黄 K 呢，就说明波段上处于容易滞涨，或者说呢是不太建议去开多单的一些地方，有所风险。白色 K 线属于波段，建议去突破买入，去波段看涨的一些低位。所以黄 K 是波段的超买，而白 K 呢是波段的超卖。像蓝色 K 线呢就相对偏短线了，属于短线的一个超跌，短线的超卖。而你会看到最近的特斯拉是不是这里有蓝 K， 这里有蓝 K， 最近这里也有蓝 K。所以一旦蓝 K 产生，它呢就属于当前上升趋势当中容易出现短线低点的一些地方。
所以股价在下跌时呢，出现蓝 K 了，我们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些日内的一些买入机会。像最近的这个蓝 K 是怎么去买进的？我们是不是在上期视频有讲过？你打开30分钟，你就会看到在日线出现了蓝 K， 而在30分钟，当时这里是一个白 K， 所以日线有蓝 K， 我们的30分钟有白 K， 这种位置的突破，一般作为反弹的买入是 OK 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日线上，它是不是在日线上也出现了一个蓝 K 的突破？所以当前日线也构成了一个短线的超跌看涨的信号，但目前只能先看一个反弹。而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它的风险在跌破前面蓝 K 之前呢，这个反弹依旧是有效的。所以价格回落时，除了看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空间价位，它这个蓝 K 的高点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只要这个位置回落不跌破蓝 K 高点，其实还是说明它要往170去进行运行，甚至呢要突破170。而假如在下周的下跌力度如果够强，能够跌回蓝 K 内，就要小心了，这里有可能是一个反弹结束。因为蓝 K 的一个超跌的力度是不如白 K 的，蓝 K 这里呢，它很多时候是一些反弹的低点。通过红绿灯来看，这里是一个红灯，这里是一个绿灯，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买点。那买点产生之后，它后续只要保持无灯或者说绿灯，其实就属于看涨的一个区间，还是属于多头占优。所以这一波反弹呢，我们尽可能不要出现的动作就是跌回蓝 K 之内，而如果想要更加强势的话呢，就是不要出现红灯，这是对特斯拉这波反弹延续最好的状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我们来看一下周一它怎么样保持这一个绿灯呢？我们看到它预测的低点，首先低点的支撑是311.21，高点的压力是316.9，那么股价收盘如果突破316.9，就说明它还是绿灯。而跌破311.21就要小心，就说明红灯又来了。红灯的出现，对于本次的反弹就容易是一个再次空方占优的信号。所以周一看好311.21，最好不要跌破，跌破则是风险了。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你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英伟达曾经的分析当中，我们给过3个目标位，这一波上涨第一个目标位是160.65，作为一个压力位的选择。而当前的股价呢，也如期到了160.65，而在压力位附近出现冲高回落长上影线，它其实就说明这个压力位呢，至少目前是有效的。而能否突破，则象征的空间是否能够打开。但至少在这种压力位附近出现冲高回落，它肯定就不能够说我还持股，或者说我一点减仓的动作都不发生。这也是在我们上期视频讲过的，指数出现上涨，那么有些个股偏高加速过的，其实它不作为你做多的首选。那么英伟达也是的，所以当前的空间上呢，要关注160.65能不能够直接涨上。如果能涨上，是不是下一个空间我们更多看到171.09？所以不管是英伟达还是纳指，它其实都处于一个对于压力位的一个判断，只是纳指过了压力位，而英伟达它出现了冲高回落。所以英伟达呢，最近确实是有点弱于纳指。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在上期视频我们说到一个买点，就是它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是一个红绿灯的一个买入信号，所以你非要买的话，短线也是能够看涨。但注意了，也只是短线看涨。当前是无灯状态，就说明还在多头的区间。而它左侧有一个黄 K， 黄 K 产生是不是波段处于超买状态？那么这里是一个风险区间。那么这一根 K 线的收盘价是过了，本来呢应该是个好事的，但过了之后却有一个长上影线，所以这个突破呢还有待考量。我们希望在下周能够在黄 K 之上再收多一根阳线，去确认突破黄 K 有效，不要有上影线，不要是10日线，那个时候更加安心。而现在呢，突破压力有长上影，这里不能说它是有效的，因为它突破的力度呢还不是很强。那我怎么知道风险会产生？是不是要看到一个颜色的灯产生，就是红灯？这里的明确风险产生就是红灯的出现，看到下周周一的支撑158.55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161.765，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在下周收盘跌破158.555，那么就说明红灯产生，这一波上涨到这里，短线风险就出现了，要小心。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MD。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AMD 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 AMD 最近的这种行情走势是非常强劲的，它在走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通道区间。那么这种上行通道就说明它的一个整体调整，目前只要通道还在维持，它的调整力度一般是不强。而最近的调整呢是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而后产生了一个回落。
这个回落力度短线上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有一个缺口出现了，缺口产生，然后最近的反弹是没能够去碰到这个缺口，补这个缺口，所以整体反弹的力度当前还不能够说多强，所以这里呢感觉会走一个下跌反弹，它只要不补缺口，那么在这里呢会遇阻再次回落的动作，也就是说它只要去再破一下这个低点，它的走势就是会以这种锯齿形去构建，去回到这个通道的下轨附近。而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下轨附近的支撑呢，要看到这一根 K 线，这根 K 线是前期上涨 TD9 里面的5号 K 线。我们曾经说过啊，在内部课程当中，我们讲过159，它是在神奇9转当中3根要去看的 K 线。那么这是5号 K 线，5号 K 线所对应的区间，再加上通道的下沿，所以在这一根 K 线的区间之内，如果股价后续能够跌落到这里，我们是可以去找到一些交易机会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我们先去预知它会走弱，会再创新低的这种情况下去看到一个点位支撑。那如果这里不走弱呢，而是走强呢？那我们把这种小概率事件也说一下，走强就是有那么根阳线能够把这个缺口补掉。好，那如果出现这种走势，那我们认为它在这个通道的中轴线这里也是有支撑，那么以此止跌，将会继续的去试探上方的一个通道上沿。当然，这种可能性阿哲认为有点偏低。按照 TD5 的买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交易必学试讲课程里面的第1节所讲的买入结构，那其实在这里如果周一能收一根阳线，最好是不错的阳线，其实也构成买点。所以那一节课程的买点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是蛮实用的。很多时候它配合趋势是挺好的一种上涨趋势的回调买点。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 AMD 它的一个看法，就是红灯转绿灯，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呢不建议买太多，只是试错性买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说明是变盘的低点，但是这个变盘点的买点有时候不太好，因为变盘则说明它有方向性的选择，而下跌出现下穿，它容易是低点，但这个低点如果一旦不成立，就容易会引发更深一步的下跌。所以当这一天是买点又同时是变盘点时，我们的操作策略一般是不要买太多，先试错买进。而我们更进一步的买点看涨，就是有那么一根 K 线收阳突破它的高点，确认这个低点成立，这才是更进一步多买一些的买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一个呢是能买，但是不要买多；另外一个呢是价位可能高一点，但反而能够买多的一个点位。而当前你会看到是这个低点所谓的变盘，它的高点反而产生压力，和上方的缺口呢叠加起来，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根 K 线。那我们就要明白了，如果下周它是收一根阴线，把这个地方跌破，那么你的绿灯的试错性买进的仓位就要止损，就要离场，说明你这个位置试错是真的错了。那么后续就往下去看，看到我们前方这个5号 K 线的低点支撑，或者说区间内的支撑，去找到新的买点。看一下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136.525， 高点的压力是 138.705，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我们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它的个股解析。第3部分的个股比较多，所以阿哲呢不会讲的特别的详细，我们会简单的去讲一讲它的一个关键价位和整体当前的多空。第一只标的我们来到Circle呢，其实目前我们依旧还是守住一个支撑175附近啊，当然更加具体的话就是 176.401 这个区域呢，只要不跌破，在日内去找它的一个操作的多单就行。目前的图表不是日线图啊，是30分钟的图表。在30分钟上呢，只要没有去有效跌破 176.401， 那么5分钟你可以去找到一些买进的机会。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这里出现了一个上涨，而在我们周四的一个盘中，是不是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不错的上涨？这3波反弹是不是对应的它的每一波的上涨其实都有 8%， 甚至高的时候有 13% 的一个空间？这绝对呢是一个不小的日内的利润的把握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Circle 在短线上它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些变化，它的日线30分钟和5分钟。目前所看到是 Circle 在日线上它出现了蓝色 K 线。我们说过，在一个上升的趋势当中，如果出现蓝色 K 线，则说明它短线的低点有机会产生，而产生日线的低点的一个
确定就是把蓝色 K 线给突破，它在日线上也出现了一个买点，这个买点是动能 K 线的红灯转绿灯，所以当前从日线上你说要构成看涨吗？可以，但是你的一个防守可能要放得大一点。这一天的绿灯买进呢，你同样还是以前面所讲的175作为止损，它的空间止损可能会大一些。如果你想要更安全一点，更加容易拿到利润一点，阿哲还是比较建议在日线波动比较大的个股，你可以看一下以30分钟为操作的方向，而后以5分钟作为买卖的依据。只是说呢，如果日线上出现明确的看涨，你有一部分仓位可以去日线上持股待涨；而如果日线上出现明确的看涨，那其实在小级别你也可以很轻松的把握到一些日内的机会。我们现在看到它的一个5分钟图表，在5分钟图表当中呢，其实来到了175附近，它的操作的一个逻辑就比较简单，你只要知道175没有跌破之前呢，找多单为主。那怎么找呢？是不是它只要下跌出现白色 K 线被突破，而后在175附近它没有去跌破，那么这种位置是不是就是一些多单的机会？你不管拿多少吧，至少拿一波上冲是没有问题的。在175附近出现了白色 K 线波荡超跌突破，是不是就有一些利润啊？你说我这10%几的利润我无法从头拿到尾哈，那至少这第一波啊几个点你还是可以拿到的。然后再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了175附近啊白色 K 线啊白色 K 线？那突破之后，是不是在我们周四的盘中开盘的时候就给到3到5根这种拉升的阳线？这是不是也是利润啊？短期就有8个点。而当时关于这个买点，阿哲呢也是在盘中在财神频道当中有去讲到的。看到左下角是阿哲呢在财神频道当中，25年7月2号11点37，所以这个呢是阿哲这边盘中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在图表当中阿哲就有讲过，当时这一波反弹的力度，如果它反弹不强，那它肯定要再创新低，而如果把这个低点打破之后，那么配合指标就可以去找多单机会，这种就属于你要去找这种止跌啊波动超低的买点，是不是很多时候在这里出现白 K 之类的突破，你就要注意了。那一个点位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拉升之前的这个位置，在出现了一个不太强的反弹之后，出现了一个下破，下破前面的低点出现了白 K， 出现了白 K 这种位置，这里也有一根白 K， 这种位置出现指标的超跌，而后短线出现了一个上涨，这种机会是不是都能够去把握？那为什么你会发现之前这一波下跌，你这个白 K 哪怕再怎么突破，是吧？很多时候就是小反弹，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为什么最近开始，好做很多了多单呢好像变容易了，就是因为日线来到了一个支撑，而这个支撑呢确实有效，所以在这里面所出现的一个波动呢就好把握一些。那假如未来跌破了175，那是不是往下要去进行进一步的下跌？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做日内多单了，那时候就很难做了。我们再看到日线上的一个红绿灯的一个解析，看到它的一个周一的支撑和压力位。周一的时候关注低点支撑是185.08，高点的压力是196.19，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LTR 呢有一段时间没有讲啊，因为之前直接就走坏了嘛，所以阿珍呢就比较少讲了。它的一个特点呢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出现了大跌之后呢会反弹，大跌之后会有反弹。那么 PLTR 如果您目前是有关注的话，要小心一个状况，就是你其实会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短线的暴跌，但是大跌之后它会修复，它会反弹，是吧？很明显有这种规律。好，这里呢又是一个大跌大跌之后呢它会修复，会有反弹，还有很快的反应。但最近你要小心了，一个是龙头引力出现了一个红柱，说明资金流出比较多，有上财童子。另外就是这一次它又大跌了，而这一次大跌之后的修复是有点不一样的。之前修复的很快，但这一次呢，它不止没有怎么向上修复，它还出现了一个运线的下破。下破之后，现在有压力。那么这里一旦再往下，把前方大的阴线的低点给跌穿，给再次的击破，就说明这一个位置的大跌和前面这2次不太一样。前面可以短线快速修复，这一次它不止没修复，还有压力，还有滞涨。所以当下呢，依旧处于红灯的范围，没有出现绿灯。那么阿哲希望的是，如果你要做多，最好也等一个绿灯，或者说等一个运线的上破。你看之前的大跌跌下来，直接就是一个红灯转绿灯这买点，是吧？像前面这里直接一大跌，是吧？
就有红灯转绿灯啊，这里大跌啊，出现了一个隔天的绿灯，像这里的调整啊，红灯转绿灯，是吧？像这里调下来，你至少等一个绿灯吧。那现在呢，它是没有绿灯，它依旧呢保持红灯啊，虽然有蓝 K 啊，但蓝 K 呢它也是10日新突破啊，10日新突破呢就不算有效突破了，所以当前的地方你可以认为运线这里有压力啊，小 K 呢已经被跌破了啊，大 K 如果再被跌破的话，这里就麻烦了啊，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高位顶部的信号，它呢下跌的空间是不小的，因为我们一般是看170的修复啊，它哪怕修复一半的空间啊，至少呢还得再跌我们目前的1倍的空间，所以当前的 P2TR 如果想做多，这里要小心，它是一个中性的位置，它要做多，要么出现绿灯，要么去看它的运线上破，再看反弹修复。如果这个地方下破运线之后反弹一下再破，那么它就是很明确的选择向下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一个判定，低点支撑呢看到132.805，高点的压力看到135.915，关注这2个数字。下一只股票看到 Coin 在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之后，反弹的力度不是很强啊，略微呢收涨而已。那么这个力度下，这个资金呢是还在流出的，它临近下穿了。这里离下穿呢，应该还要有一个下跌才能够下穿，不知道会不会给到下穿的低点变盘。目前还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一个看涨的状态，所以如果按照短线去买，虽然我们上期说过啊，这个阿哲肯定不会选在这里买，因为它整体的有点偏高，整体调整的力度呢，调的空间感觉还不是很够，所以这里可以看看反弹啊，在前高这里呢还有一个黄 K 附近啊，在跌破之后再走向上，还没有很有效的突破黄 K 之前，我们看反弹，所以这种买点一般阿哲是不会去买的，因为黄 K 的压力就在这里，它临近黄 K， 在这个区间没有选择方向之前，我们哪怕买也不要买多，短线看反弹，除非能够有一根绿 K 啊，直接强势突破前面黄 K 的一个高点，那么就说明前面的压力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看涨加仓，看另外一波行情启动是没有问题的。在此之前，这里看反弹。再有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啊，我们知道你可以买，但是不要买多，以反弹为主，除非能够创左边黄 K 的高点。那么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看一下红绿灯的走势能不能延续，它会不会出现红灯呢？低点的支撑看到352.15，高点的压力看到361.52，关注这2个点位。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为什么它阿哲标记了一个红色块，短期偏空呢？是因为它又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啊，三阳小顶还很标准啊，最近出现的三阳小顶它都比较标准。三阳小顶就是上涨时实体在变短，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三阳小顶，然后出现了回落啊，短线偏空。这里呢又出现三阳小顶，第3根阳线它的10日新实体比第2根短了很多，短的越多越容易出现下跌的风险。所以这个地方半导体指数我们依旧还是认为它容易调整，它这里呢还是有风险，所以短线偏空，标记了红色块。那么具体如果要去跟踪的话呢，是不是出现一个红灯会比较明确？因为从前期的这一个红灯转绿灯是吧，包括这里红灯转绿灯啊，红灯转绿灯，这一波上涨以来，它其实没有红灯，包括这一波下跌也没红灯，所以如果没有红灯，那么你说我依旧看涨也可以，这是一个右侧的看法嘛？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红绿灯的判定，周一的低点243.02作为支撑，不跌破它，这个调整呢就还没有红灯，那么就还行，没有特别明确的右侧的风险。高点的压力是244.518，关注这2个点位。下面我们再看到博通的反弹呢，其实是过了这一个反手阴线的高点。理论上来讲是一个买点，你可以去买进，但同样的，我们依旧要看到左侧有一个黄色的10日新的压力，它是还没有过的，并且呢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这里的买点肯定不能够买太多，要小心黄 K 压力有效，它依旧呢只能作为一个试错性的买点，因为你在构成买点之后呢，下一个压力离得太近了，空间就不是很多。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是分开更加多的仓位留在下一个压力突破之后去买。我们看到它下方的下穿 K 线有吗？是没有的，目前是贴着零轴，它是没有变负的，所以这里是没有下穿的。那么当前呢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之后，你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博通它能不能突破这个黄 K 的高点，可以突破继续的买进加仓
但是阿哲依旧是那一个观点，就是它呢也算是短线加速之后相对偏高的。看到它的一个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272.65，高点的压力是278.33。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目前所讲的任何的一个买点呢，它都应该根据指数环境来去判定一下。就如同目前周末有很多消息面的产生，你是知道它会产生的，或者说你是已经有预估的。那么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股票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买点，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抑制一下、克制一下，甚至呢要有所减仓呢？所以很多个股的交易，你要结合指数环境去有所判定。指数提醒该减仓的时候呢，个股上哪怕有买点，也尽可能克制一下。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呢，在上期视频我们是看涨的，但现在呢，观点要有所改变，因为短线上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快。三色的变盘的话呢，一般就下一根 K 线定涨跌嘛，因为三色之后它下一根是下跌的，所以这个位置的方向呢，我们认为变盘更容易是向下了。像前面这里，它出现了一个三色的灯，那么三色之后呢，下一根 K 线是上涨，所以方向变盘呢更容易看涨，只需要一根绿灯来确认一下就行了。然后这里呢三色之后下跌的，所以这里更容易看跌，我们需要一根红灯来判定。这里呢红灯怎么产生？低点的支撑是784.598，高点的压力是796.513，关注这两个价格。这里要注意，它还是一个晕线，如果收盘价跌破晕线的小 K 的下轨，也可以作为一个确认，就是目前的变盘是向下的。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苹果。苹果当前呢是在短线的强势的一个加速之后出现了一个黄 K 那最近有同学说到，阿珍你之前不是看空吗？目前还看空苹果吗？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最好保持一个连贯性。我们之前看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一天出现了上穿 K 线的高点为压力，连续快1周都没有突破，所以才去看空，才去呢认为它会有一个回落。但是变盘 K 线上穿之后，我们说过这里的看空只能够是在没有突破前看空。如果突破了变盘的一个高点，就说明这里不是高点，还是一个延续的上涨的可能。所以突破这一天，我们说过你可以去做多，只是阿哲一般不做多苹果。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听阿哲的视频不要只看封面，不要只看标题，认真听一下里面的内容。每一笔交易基本都会有对应的止盈和止损，空方止损之后，一般说明多方走强，反而可能构成买点。我们要用一个相对动态的方式去关注交易，特别是在短线方面。而当前目前的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出现了黄 K？ 黄 K 是一个波段的高位，波段的风险信号，但是它不是说就100%会立马跌，所以波段的风险要关注一下左侧的地方是不是同样也是黄 K？ 曾经左边这里是不是也是黄 K？ 黄 K 构成压力，目前没有效突破黄 K 之前，这里是一个压力区间，结合黄 K， 所以这里的苹果是一个风险。而风险的确认就是黄 K 的低点开始被跌破的时候为风险确认，同时它是一个红灯转绿灯而后的上涨，目前还处于绿灯当中。那么如果这里出现红灯就要小心了，低点的支撑是212.68，高点的压力是215.52，关注这两个价位。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呢在连续的一个下跌之后出现一个绿色的 K 线，那为什么绿灯之后阿哲还是标记的红色块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根假阴线。那么前期这里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它应该是低点变盘，这里也确实出现了底分型，但问题是它没有突破一个下穿 K 线的高点，反而好像有压力，所以当前要小心了。这里如果把前方的这根 K 线突破，那肯定看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它不突破，反而选择向下跌破，那就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苹果一样，反过来了。本来应该是低点变盘，但是跌破了，它就不是低点，那么就是延续下跌的点。这里我们更希望呢能够出现突破，并且下一个 K 线要收阳会更好一点，那样才能够看多。我们看到下一根 K 线的低点支撑是716.715，高点的压力是731.325，关注这两个价位。如果下一根 K 线直接是红灯，那么就构成了绿灯之后转红灯的看空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呢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冲高回落，而后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三色灯之后转为上涨，所以我们说变盘转涨，那么这里呢后续看涨，那么这里看涨能够买涨吗？当然不行，因为它是个长上影线，你看涨变盘向上归向上，你要买点你要找个好一点的买点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等待一个好买点，
什么叫好买点呢？比如说下一根绿灯它是一个阳线，下一根 K 线能够收在这个高点之上，出现一个阳线，作为一个变盘向上之后的买点。而如果没有，那么就继续等一个买点。所以接下来我们更愿意看到出现一个绿灯是一个阳线的绿灯，或突破左边的这个高点出现一个阳线会更好。我们看到周一的低点支撑是402.195，高点的压力是416.39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往下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呢，目前还是有机会走出趋势的，因为它还是在170相对偏近的地方，它不像苹果离得太远走弱，它也不像英伟达那样离170太远走高，它呢是属于不算弱不算强，相对的估值呢也比较合理，所以谷歌的话呢有机会在这里走出趋势，但是首先要站稳170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是买进了一笔这里有个反包回踩170可以做一个买点，而后波段出现了一个黄 K， 说明这里呢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如果能够在下周出现阳线突破，能够构成第二笔的趋势买点，而如果没能突破，就看一下能不能够在170止跌，如果止跌，后续再次的启动再作为买点，这是波段的角度去看买卖的。反之，如果跌破170，那之前的那一个买点就要止损了。所以当前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表现，低点的支撑下周看到179.37，高点的压力看到181.9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我们说到它的买点是什么？复线之后的 X 的高点突破，那突破之后呢，这一天是绿灯，所以这里呢短线可以看涨，只是它的位置会离170呢相对的偏远一点点。曾经在回踩170出现了蓝 K 的突破，而后呢走到至今，这一天呢是一个复线，复线后的 X 被突破，所以这里呢可以构成买点。亚马逊呢还不错，但是我们这里更多看短线的买入吧。而后要跟踪一下它的绿灯是否持续，如果这里反向在下周直接出现红灯，那小心了，它依旧呢有机会是回到170的。这里看到低点的支撑222.385，高点的压力是225.03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SMCI 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红灯后转绿灯，而后冲高回落，走了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呢？我们先不看短线我们先说一下波段的问题。这里呢我们看的一个波段是市场出现了一个对于前方震荡行情的一个突破，那突破之后又走了一个当阳不破顶的状态。现在在这上方震荡出现了连续的红灯绿灯红灯绿灯，说明它震荡的一个波动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当前呢是出现了绿灯后的延续无灯状态，那它只要保持，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当阳不破顶呢开始有所启动了，所以这是波段上我们看的一个启动，我们看的一个波段的上涨，这里找波段回调的一个买点。那再看一下它这里的回调买点能不能顺势启动呢？看到周一的预测低点是47.885，而高点的压力是49.095。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它回调的幅度只要控制，那其实呢，那每次回调呢找机会为主。而这里要提醒的是，波段看涨的买点虽然以分仓买入，哪怕下跌我们依旧呢还是以买入为主，但尽可能我们的买点还是要临近低点。假如这里的回调跟得很强，出现了红灯，然后跌破到大阳顶之下，那么开始我们认为有更低的低点的时候，你可以把之前买进的相对判断错误的那个仓位有所减少，或者说卖掉，找更好的位置去分仓买进。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呢很激进的每次下跌时就加更多的仓位，那种手段呢相对要特别自信才行，但是你所承受的风险呢还是有的。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还算是比较强的，它突破了黄 K 之后，说明它这个压力就过了，那么延续上涨。当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但是从前期这个绿灯开始它是没有产生红灯的，所以整体调整的力度都不算强。我们继续跟踪它，只要不是红灯产生，这些位置最多就冲高回落减仓。如果你是之前持有多单的，当前还没有出现特别明确的右侧的减仓信号，红灯的出现，看到下周周一它的低点支撑是234.035，高点的压力是238.34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跌破234.035，这个位置会产生
前面绿灯上涨以来首个红灯减仓信号。以上就是7月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目前减仓观望，说不定有更好的买入时机，希望大家能够有所防范，在本次事件当中所产生的下周的风险。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周2再更新，拜拜。